學習了正確揮拍，原地擊球明明還可以，為什麼一加上步伐就出問題？總感覺來不及揮拍，又或者來不及側身，終於推到位一次，又感覺哪兒怪怪的發不上力，還是總感覺被球壓着打不出去。後退步伐銜接發力的奧秘是什麼？一個視頻解決你後退步伐與發力連接不上的問題，讓你從這樣變成這樣。嗚呼 ，Let's go！ 視頻使用我的羊刀，頭重杆疼的組合讓連貫進攻信手拈來。首先，羽毛球步伐移動是为了完成重心的移动，只有将重心移动到击球点後方並停止後倒，才能做出正確蹬轉發力。注意看右腳位置，在轉體前後是沒有改變的，因為不管原地揮拍還是原地擊球，重心都始終穩穩地在擊球點後側。側身架拍時，只有將重心先穩定在右腿，左腳在後踩中發起重心轉換的過程中，才能讓揮拍用上全身力量。架拍完成時，我們可以將頭頂位置看作重心位置，此時的身體向背平等分為兩部分。重心轉換就是由左半部分後踩與下拉帶動右半部分完成揮拍，所以擊球點位置離重心位置越近越好發力。若擊球點在重心前方太多，會出現打不上力、殺球下網等情況；若擊球點在重心後方過多，就會導致來不及蹬轉發力。所以後退步伐中找球，首先是重心在找球，只有及時將重心送到擊球點後方，才能保證發力的強度。那麼後退時重心走慢一步的原因是什麼？我們先從啟動開始，啟動不可以兩條腿都發力後蹬，這會讓重心丟失且無法快速側身。球飛出前，我們不知道要往哪跑，正確蹬出重心的做法是先走手，注意不是向上甩手，也不是直接完成架拍，這樣都會讓重心直接丟失。正確的是在啟動時壓住重心，並在第一時間將肘向出球方向拉出，帶動右腳後蹬。當然不是這樣硬拉肘就能正確蹬出重心，而是大家要去找先走肘再配合轉體的感覺，轉體時再加上右腳蹬的就能實現了。注意左腳始終沒有動網，這樣才能把重心又快又穩地蹬出。最後我們要注意轉體時盡量讓左右腳間距變小。錯誤的，正確的，右腳後蹬時左腳不可同步發力上跳，此時左右腳間隙過大會導致剛蹬出的重心中斷。應擊球後冷靜，保持重心穩定。啟動後右單腳後蹬重心至左腳，再由左腳完成轉體。還有不可以右腳自己畫圈圈轉體，這樣做也會大幅降低重心的蹬出速度，但這幾乎都是因為沒走手導致的。只要我們練好先前肘帶動轉體的動作，順着肘頂出角度蹬出右腳，直接後邁即可。打球前可雙手背後先練習用重心找球的感覺，用頭頂跟隨球的軌跡，再蹬出重心後退。先找到重心如何移動找球的感覺，用自己的頭去接球，此時再加上架拍與確認步，即可完成慢速球的基本。然而球速一快又開始來不及了，感覺自己退到位時已經沒有蹬轉的空間。很多球友面對快速球都想更快蹬起重心去夠，反而導致來不及後退。球速越快，我們越要壓住重心後直接向後蹬出。那麼怎樣算壓住重心呢？啟動後在側身過程中，左腿要全程處於啟動時的彎曲狀態。若左腿提前發力蹬起，則會破壞重心後移的力。球速快不要怕，壓低重心把肘拉，重心先蹬到左腳穩定，再配合拉肘帶動的轉體，自然就完成蹬出重心下的快速側身了。我們來看這個球，發現球速快都第一時間先壓重心，然後通過拉肘確認轉體方向，蹬出重心，左腿在移動中始終保持彎曲狀態。千萬不要怕不敢壓下重心，猶豫不決。當然，只有先熟悉拉肘帶動轉體與熟悉重心找球的感覺，才能真正掌握後退步伐的精髓。好了，我們下期見。